不想活了是不是？给我瞄准了打！眼前这个男人曾把方便大腿踢瘸，就这还不算完，还顺手把降龙罗汉白敬斌的手臂踢断。白敬斌忍着剧痛打完了整场比赛。这家伙总共击败了8位中国选手，其中3位都未能逃脱手臂被踢断的命运，剩余5位不是被爆头 KO 就是被踢断大腿送进了医院。至此，这家伙被称为是手臂终结者和 KO 大王。他叫卡尔，来自瑞典，他的身体硬度堪比黑曜石，打出的拳脚进攻更是犀利无比，曾徒手把一个香蕉树踢断，实施的腿法就像是大砍刀一样锋利，倒在他腿下的世界冠军不下少数。就在卡尔即将威胁到中国拳坛的时候，中国小将谭晓峰冲上了擂台。他常年训练泰拳，在泰国打比赛，自身的身体硬度算是同级别选手当中最硬的那一个。泰拳出身的谭晓峰常年在国际拳坛打比赛，所以谭晓峰所迎战的对手基本上都是拳坛王者和各国的搏击精英。听闻中国拳坛有个黑色怪物横行霸道，谭晓峰不惜漂洋过海也要回到祖国的怀抱，是要好好惩罚一下这个所谓的黑色猛兽。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谭晓峰的精彩表现。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卡尔可是曾把方便踢瘸把白敬斌手臂踢断的选手，在大众眼里，卡尔就是一个不可磨灭的神。然而谭晓峰的出现却让大家感到十分疑惑，一个无名小卒竟敢来挑战黑色猛兽，不知道的还以为谭晓峰吃错药了呢。就是这个不起眼的搏击小将，却给中国拳坛带来了一丝曙光。别看谭晓峰在中国拳坛名气不行，真要是到了国际拳坛，谭晓峰的知名度甚至堪比方便。芙蓉镇应该说，湘西的这个百姓啊，本身对于这个上古这个精神是非常崇尚的。所以今天现场来了很多观众来观看比赛。另外大家也看到了，我们今天这个场地呢是一个露天的场地，是的，就是在芙蓉镇的这个景区中心。现场的环境也是非常的优美漂亮。令我们感到庆幸的是啊，从昨天早晨开始不停的这个下着这个雨，到今天直播前终于停了。对，非常有。要不然的敢打敢拼的谭晓峰确实让观众眼前一亮，在对拼期间也能发挥出正常的训练水平。被放倒的卡尔这才意识到，谭晓峰并不是一个好惹的家伙。在中国征战1年的卡尔则是在赛前不认识什么谭晓峰，只认识躺在医院治疗手臂的谭晓峰。表现中啊也是非常的稳健。漂亮的中段扫踢。我们看到卡尔也是挑衅对手。谭晓峰的出拳出腿极其果断，要是卡尔想要反击，那么谭晓峰就会立即组织进攻继续猛压卡尔。2位都是泰拳手，为何差距这么大？那是因为卡尔要求出拳出腿的效率和命中率，然而谭晓峰则是要求出拳出腿的频率。卡尔是做了一系列的假动作来干扰谭晓峰，谭晓峰的低扫踢非常的重。一个侧踢，非常重。看谭晓峰的这个力量啊，爆发力也是非常的优秀。连续的拳腿组合，因为是主场作战呢，谭晓峰肯定是特别的兴奋，但是在兴奋的同时，希望他能保持自己的冷静战术。别看卡尔身高马大像个巨人，不过实施的扫踢貌似对谭晓峰不起作用。反观谭晓峰打起架来也是一点都不含糊，即便对手是一位杀人狂魔，谭晓峰依然是井条有序来与卡尔进行对抗。好，还能缓过来，但是大级别有可能就结束了。第2回合开始了，卡尔引以为傲的就是高位扫踢，令卡尔闻名于拳坛的招式也是扫踢，所以卡尔除了扫踢基本上无法对谭晓峰实施其他动作。不过所实施的扫踢命中率貌似不是很高，而且谭晓峰的躲闪能力也是极高，几乎不给卡尔实施扫踢的机会。尽管卡尔实施了扫踢动作，那也很难命中灵活的谭晓峰。是的，这样的一种出腿方式呢，是速度快，但是缺点是力量小。是的，这是就是欧洲选手和纯泰式的选手有区别的地方。对，所以说现在欧洲选手说的，他们都不是泰拳选手，说是这个踢拳选手。对，踢拳。
两个人互相都在找机会。一扫踢，卡尔在中远距离很难对谭晓峰实施动作，然而在内围对抗也是很难。反观谭晓峰还会时不时对卡尔实施一套组合进攻，即便这些拳脚进攻对卡尔起不到任何作用，谭晓峰依然会冒着危险将这些进攻打在卡尔身上。虽然不能直接一招制敌，但可以从中获得很多点数优势。谭晓峰的牵手刺拳借机扫踢，这下也挺疼的。是的，马上揉了揉股四头。这侧踹漂亮。距离控制的非常好。在世界各大流派的格斗当中啊，这个侧踹是中国独有。是的。当然，随着这些年国际各种比赛的交流，人们都知道卡尔的扫踢很厉害，但大家都忽略的谭晓峰的扫踢。两人都是泰拳出身，凭什么只说卡尔的实力很强，谭晓峰的实力就很弱？面对卡尔所实施的扫踢和其他动作，谭晓峰每一次都能从容面对。看到卡尔其实还是有他自己的主意啊，他还是在不断的等待谭晓峰做动作，然后来消耗谭晓峰，然后寻找机会。漂亮的反击，这个接腿之后的后手拳，但是距离有点远。虽然谭晓峰的拳头没有实际性效果，但可以起到简单的压制性的作用。只要谭晓峰时时刻刻都在保持警惕，卡尔就会陷入两面夹击的状态，发起进攻拿不到优势，不发起进攻就会被谭晓峰暴打一顿。你把手往开一摊，这实际上门户就开了。是这样。对方如果是速度足够快，拳足够重的话，恐怕等这两手没合回来就倒地了。对，尤其是这些年我们发现，就是很多中国选手啊，其实在他们的基础体能这方面不比外国选手差，甚至有的时候在体能的基础这方面要比外国选手更优秀。对，非常友好的拥抱一下，这就是运动员特有的友谊啊。是的。第三回合开始了，深陷劣势的卡尔依然十分沉稳，并没有因为陷入劣势而焦急。反观谭晓峰依然在井条有序对卡尔发起主动进攻，即便卡尔实施了很重的扫踢，但对谭晓峰来说毫无意义。看来在泰国的这段时间，谭晓峰学到的东西可不止一点。我们看到穿金丝短裤的是中国选手谭晓峰，黑色短裤的是来自瑞典的卡尔。再次的低扫。其实这种低扫啊，力量都非常大。是的。那有的时候低扫连续的重击啊，会使大腿的肌肉完全的失控。卡尔的进攻是以精准击打为目的，反观谭晓峰是以防守反击来目的。总体来说，谭晓峰是主动发起进攻的一方。不仅如此，而且还能精准无误对卡尔实施防守反击。时间还剩下最后的2分钟，卡尔不进攻就会挨打，一旦发起进攻就会受到谭晓峰的阻击。高扫击，卡尔要做一个超人拳。所以这个超人拳啊，这个距离是非常关键的。没有一个合适的空间和距离的话，这拳头基本上作用不大。是的，有时候更多的时候感觉超人拳作秀的成分更大。这文博也是运动员出身，也打过很多年的搏击比赛，我想对这点应该有很深的认识。很多时候有一些卡尔所实施的这种打法获胜的几率非常渺茫，唯一占优势的就是重创谭晓峰的胳膊和大腿。谁料谭晓峰的胳膊和大腿非常坚硬，卡尔的进攻打在谭晓峰身上，对于谭晓峰来说就像是蚊子叮咬了一下。不过谭晓峰的进攻还不足以给卡尔制造威胁，只能起到一个最简单的限制作用。做自己的技巧的时候啊，其实也是同样的面临着非常大的风险。对，所以说大多数选手不是在自己特别明显的优势情况下是不会去秀技巧的。刚才谭晓峰又是一个高位的侧踢，再次的低扫。我们看到卡尔每次的拳进攻有点怪。对，他每次进攻的时候，主要一个是他技术本身比较怪，再一个就是拳。时间还剩下最后的30秒，在比赛结束前，卡尔要是 KO 不了谭晓峰，那么卡尔获胜的几率将会变成0蛋。有效进攻没打多少，挨到的打却已经数不清了。
这样的话你走一个弧线，肯定在时间上需要的时间更长，是这样，也给了对手阻截你的足够的机会。比赛结束了，最终谭晓峰凭借超高的智商获得了胜利。犀利的卷脚进攻时时刻刻都在猛压卡尔，所实施的进攻也是一个比一个精准有力。谭晓峰想输都难。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谭晓峰打几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